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今天我将会在这个影片告诉你一个成功创业家都懂的心法。你看完这个影片以后，就会知道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创业家摇身一变，变成企业家、资本家。如果你准备要创业，或者说你的企业一直做不起来的话，那麻烦你把我这部影片看完，因为我在最后会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心法，而且大道至简。当你学会这个心法以后，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会变得与众不同。今天我就要帮你打通任督二脉。顺带一提，这个频道讲的是我认为可以帮助大家创业成功、达到财务自由的关键。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我这个频道会告诉你一些隐藏的真相，就是那些富人不会告诉你的事实。这些都是我一直走过来的亲身体验还有领悟，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达到财务自由。这里有最重要的心法，还有一些技巧干货，就是所谓的术。只有心法配合术，才能练就一身好的武功。所以不要错过我每一部影片。如果你听完以后有所领悟的话，就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赞。好了，当我还是个学生去打工的时候，我有个同事，他与老板吵架了，拍桌子说他要辞职，说以他这样的条件，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。看到吗？这个人虽然想要出人头地，也想要混好，但是他的心智模式就是要当个员工，所以注定他混不好。他自己还不知道，很多人不注意。今天我提出这个东西，大家要对比着，自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。一个人为什么有钱，就是因为他的心智模式一直在发现价值，发现可以换成钱的东西。企业家们聊天，永远都是在聊商业模式，聊赚钱，聊用人，聊未来做什么可以赚钱。企业家的心智模式一直集中在发现价值的东西上面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的心智模式都是指向赚钱的。但如果你跟普通的员工聊天呢，他们聊的永远都是人生的理想、惆怅的东西，电影、电视剧，有品味的也最多聊聊文化。更多的人是抱怨生活，唉声叹气，认为社会对自己是不公平的。他们的心智模式显然是指向了贫穷。这些人也想要发大财，可惜他们不改变这种心智模式的话，永远也赚不了钱，因为他们的心智模式指向的不是金钱。我在问你，小的时候是不是写过什么关于我的志愿的作文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大部分人写的职业都是打工的？可能你现在能想到的职业也是去帮别人打工。那有多少人从小就想要成为企业家呢？如果你小的时候就想要当企业家，那你现在成功了吗？可惜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成功。为什么？你自己想一下，这篇作文是交给谁的？那肯定是交给你的老师的嘛。那有没有一个老师能够教你怎么样去成为企业家呢？你可以去问一下你老师这个问题，但其实不怪他们，也没有不尊重他们的意思。你必须要先明白，其实很多老师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当上老师的，他们当然没有创业的经验，所以他们能教你的就是你只要把书念好，就可以上一所好的大学，读一些重点的专业，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做高收入的职业了。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所有的资讯都是洗脑的，而学校就是最常洗我们脑的地方。如果你从小就想要当一个企业家，但是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只想要打工，那你能不改变吗？多年以来的洗脑，你早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所以听到这里，如果你有智慧的话，你已经明白为什么很多成功的创业家都是没有读过大学的，或者说他们的学历没有很高，但是他们最后也能够成功。因为创业发财与学历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但需要留意的是，我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。大家都认识李嘉诚吧？他当初就没有读过大学，也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但他没有放弃追求知识，知学成才。他认为他不是在学知识，而是在抢知识。然后重点来了，我并不是想要说一个励志的故事。我研究过李嘉诚的一生，他就是一个洗脑高手。
首先，他抢的知识都是与经济学和金融学有关的，也就是说，他研究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项目，并且他只阅读与赚钱有关的书籍、杂志。这就是给自己洗脑啊！改变心智模式的关键就是要会洗脑。成功的企业家选择接收的信息，都一定是对成功赚钱有关的、有帮助的。让这些信息去洗自己的脑。比如说我的频道，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就赶快订阅。我不是在开玩笑。事实上，人的大脑容量本来就有限的，在没有人教你怎么样才能成功创业的情况下，你还去关注那些只会分享你注意的无聊信息，什么八卦啊、情情爱爱的这些，你怎么会成功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想要发财，想要创业成功，你就一定要是一个出色的洗脑高手。洗脑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语，其实关键是你怎么样去使用它，怎么去筛选有用的信息。现在我就会告诉你怎么干。当你学会以后，你的格局至少提高100倍，你的执行力也会马上提高。我们把洗脑分为2个阶段，第一就是给自己洗脑，只接受与赚钱有关的信息。只有给自己洗脑了，才能坚定自己的目标。因为你身边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接受无聊信息的人，你跟他们说想要创业、要投资、要发财，他们只会打击你，而且很多都是你的父母、朋友还有爱人，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些项目，潜意识就觉得这些风险非常的大，不认为你会成功。还有一些就是嘴巴上支持你，但心里面就看不起你的人，希望你失败，因为你成功了，他们就会被比下去，也证明了他们是错误的。所以想要成功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帮自己洗脑，除了增加自己对那些项目的认识以外，更重要的是坚定自己的信念。还有会洗自己脑的人，因为有了坚定的信念，所以他们说的做的都是与他们目标有关的，这样才能有所谓的执行力。很多时候会失败的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很牛，会很多理论的人，但从来就没有执行过，信念也不够坚定，所以他们才会失败。第二，当你学会洗自己脑以后，就要去学怎么去洗别人的脑，让别人去帮自己干活。这就是所谓的建立团队。所有的创业家如果不懂怎么去教育你的团队，你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板。有一个开工程公司的创业家告诉我，如果他的公司一天没有他，就没有办法运作了。我当时就笑了，但我还是说他很棒。他没有想到他已经暴露了他格局很低，之后我也不会跟他接触联络了。我们创业家就是要当企业家，企业家只负责天马行空，让员工去负责脚踏实地。我们是指挥的人，我们是给公司方向的人，我们是做决定的人。实际的操作与技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。如果你的公司一天没有你就不能运作，就是你不懂怎么去教育你的团队，不懂怎么去发展人才，去帮你管理，去操作。但是没有关系，这些以后也会在我的频道里面教大家。所以这个世界的财富只掌握在少数的人手上，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其他普通的人去洗脑，他们会帮自己洗脑，也会帮他们身边的员工洗脑。所以如果你听得懂的话，你也明白什么是企业文化了。这些东西你的老板也不会教你的，大部分的老师也不会。当然，如果你聪明的话，可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谁最会用洗脑赚钱呢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尽量看完你们每一个留言的。我认为我这一生的改变，就是因为开始懂得去洗脑，无论是在创业上还是在投资上，每当我接触一件新的事物，我都会学习得非常的快。我并不是什么天才，但我只愿意让对我有用的信息去洗我的脑。当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我不会让质疑的声音去打击到我，因为我根本不会听这些声音，我只会跟比我厉害的企业家交往，他们会鼓励你，给你建议，而不是在打击你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当你长期处于一个正能量的环境下，你做什么事都能够成功的。
好了，记得订阅跟分享我的频道，然后点赞。我以后会告诉你一些心法，还有一些实际的操作，去帮助你赚钱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一定会尽量回复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。